日元喺2023年低見5算啊，係33年嘅新低啊！有生之年仲有冇機會見到咁平嘅 yen 呢？錯過咗低位，仲有冇機會上車呢？日元強弱除咗影響翻家鄉嘅次數，仲會大力影響股市樓市㗎。今集會同大家分享日元點解會開始轉翻強。日元反轉之前呢，我哋必定要準備嘅3件事。中意我哋內容咧，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搶先睇，咁 YouTube 咧先會派發多啲類似嘅內容俾你㗎。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啦，等多啲人了解更加多嘅投資理財知識啊嘛。後生時以為聽個 number 攞 tips 就可以發達，結果輸到欠債80萬。後來發現基本分析配合技術分析，出入市先係王道。講求買乜嘢、幾錢買、幾時買，以時間累積財富，最終以超過1億資產財務自由。我喺度分享我嘅翻身故事。日元失5算，33年最弱。呢新聞標題我都睇唔少。雖然日 yen 最近升翻唔少，但係上年每日 check 匯價嗰陣啊，見今日嘅 yen 又平過昨日嘅 yen，所帶俾我哋嘅心動同刺激仍然歷歷在目。每日啊，人人都講緊日 yen 係咪真係見底，一般人啊都期待緊一個指示，希望有人話俾我知幾時唱日 yen 係最佳時機。我明啊，因為咧我啲唱未夠，但係啦，我哋要知嘅係唔單止係 when 而係 why 噃。到底係咪真係有需要人又唱你又唱先？日 yen 背後升跌嘅原因係乜呢？既然啦，大家都期待日 yen 有得繼續跌嘅話，咁我咧先講咗上年日 yen 瘋狂走弱嘅背景原因。首先，日本長期維持低利率政策，政府同企業咧已經習慣咗呢個息率環境㗎啦，債務咧就越滾越大。加上疫情影響經濟，日本根本就冇得跟隨其他國家央行進行加息。既然其他國家加息嘅話 ，smart money 就自然去咗揀高息嘅貨幣拍岸啦，都唔會揸冇息收嘅 yen 啦 ，yen 一定走弱㗎啦。而另一方面美國今次加息嘅速度可以話係前所未有咁快㗎，甚至早前連大行摩通 CEO 都出嚟話美國息率可能去到7厘咁話添。既然美國同日本一邊狂加，一邊就唔加，中間嘅息差距離有成超過5%。唔好話聰明嘅大戶啦，散戶仲唔趁機會借啲平 yen 去美國買國債咩？輕輕鬆鬆做到套利交易，又或者買入其他美金計價嘅資產，例如股票公司都賺翻一筆啦。美元身為強嘅貨幣啦，日元一定係弱貨幣啦。連外匯吹打都玩埋一份，順住個勢沽日元，加劇埋日元走弱嘅情況。多得以上嘅背景我哋先見到2023年有平 yen 去唱，先至去到咁多次日本。但係我哋永遠要預備早一步嘅。最近嘅 yen 已經靜靜雞起緊革命啦，我哋就要靈活啲，識得調轉槍頭，了解下日 yen 走勢，有好大機會會反轉翻。一個國家嘅貨幣強弱，其實係反映嗰個國家本身嘅經濟實力㗎。如果想知道日 yen 係咪真係停止貶值，甚至轉向走翻強嘅話就一定要了解翻兩樣嘢㗎。日本國內經濟情況係點樣，同埋全球經濟大佬美國嘅情況。我哋先飛去日本睇下當地經濟情況先。最基本我哋會睇3個指標，分別係 GDP、失業率同埋通脹㗎。圖中顯示啦，疫情之後近呢幾年嘅日本嘅 GDP 年度增長率都係正數㗎，經濟增長算係健康，而失業率呈現一個下跌趨勢，大概係2點幾%咁震盪，都可以話全民就業㗎啦。最後最靚仔就係竟然通脹率由負變正數啊，出現咗一個大升浪，仲要有一段時間維持喺2% 以上添噃。經濟數據咁鬼靚仔，難怪嘅市場開始出現日本或者會結束負利率甚至加息嘅聲音。連日本央行委員唔止一次都話要深入討論退出超寬鬆貨幣政策。第二邊就係了解下全球經濟大佬美國嘅情況啦。有留意開新聞或者我哋 channel 嘅都大概知道㗎啦。美聯儲已經連續3次喺議息會入邊宣布暫停加息。佢大致上認為2024年仲會有開始減息嘅機會，甚至全年減3次息添。如果美國停止加息，甚至開始減息 ，smart money 就會離開美國，輪到美匯去走弱㗎啦。由於貨幣相對嘅，
一邊走弱，另一邊就會轉強，所以日元有第二個原因有升值嘅機會啦。基於頭先講嘅兩個原因，日元走強咧，似乎係必定會發生嘅事。吓，咁下年咪冇得去日本咯？去日本咪貴好多咯？點算啊？好簡單，短期唔知道，但係你認為啦，日元喺嚟緊嘅今年好大機會都會貴過或者強過舊年嘅話，其實你喺呢個時間唱定多幾次錢就冇問題噶啦。翻嚟咧，講啲嚴重啲噶啦，我哋面對緊嘅係日本國內嘅債務問題，亦都唔係一下子可以解決到噶。點樣可以維持經濟增長呢？又要避免政府同企業嘅債務爆煲噃？呢個平衡咧就非常之考驗到日本央行嘅官員嘅決定啦。一旦日本呢個華麗轉身失敗，成個劇本咧都會被改寫。所以啦，真係要及實佢啊！如果日元匯價就好似一隻船，其實而家咧已經駛到去南非好望角附近噶啦，即係接近咧世紀關鍵轉角位啊！未來聽日我唔知道，但係如果你俾1年嘅 time frame 咧，未來好有機會日元係持續走強。遇到呢個千載難逢機會，有邊3件事可以趁早做定先呢？第一件事唔使同大家講，都知噶啦，就係咧唱定 yen 先，趁 yen 進一步升值之前，嗱臨咧換多少少嘅錢去日本旅行嘅時候，或者當係投資用都得啦。喺香港要唱 yen 嘅主要方法就係攞啲現金去實體嘅找換店度唱錢，但係個匯率咧就真係未必咁好啦。大家唱錢之前咧，可以去到啲匯率比較網站、找換店官網咧去睇下匯率啱唔啱先唱錢啦。第二咧就係我一定會用嘅方法，就係電匯形式，譬如 IB 戶口咁啦，將自己港元嘅帳戶嘅錢轉喺外幣帳戶咧就變咗日 yen 噶啦。匯率咧相對較好。但係銀行咧，分行一般唔會預留太多日元現鈔，首先要通知銀行職員準備日元嘅現鈔，然後咧先至去攞啊。有啲銀行仲有可以撳到日元嘅 ATM 添。當然啦，升級版嘅收費內容咧，其實我哋會透過 yen 去量度股市嘅資金有冇流走或者流入到噶，去判斷股市係真突破定假突破。本身我哋日日都 check 噶啦，有興趣咧，大家報名3點鐘升級版睇一睇啦。第二件事，準備走貴。因為日元走強同埋全球股市大跌係有莫大關係㗎，呢一點咧曾經有一集日元拆倉骨牌效應入邊咧都講過㗎啦。想學多啲嘅記得睇返嗰一集。而家我簡單解釋下邏輯先。喺我教大家嘅投資系統入邊咧，日元走勢係用嚟判斷股市資金流嘅其中一個重要指標。因為啦，日元咧有一個特點，佢本身係一個融資貨幣嚟㗎。日本不嬲出名零利率㗎，問日本借錢勁低息，甚至唔係好使俾息添，咁抵玩啊！自然吸引全世界大戶散戶借 yen 嚟套息差啦，然後四圍咁投資。呢個時候 yen 就會特別走得弱㗎啦。但係如果全球經濟唔掂當，成件事咧就會調翻轉嚟玩，大戶就會趕住還錢，急住喺股市套現離場，有咗啲錢就會還翻俾 yen 就會被推高，日元匯價就會走翻強。留意開我哋嘅朋友仔都知道啦，牛市3期嘅煙花咧已經開始晒㗎啦。而家問嘅主要問題唔係上車，係幾時閂門落車。但係呢個門口幾時幾分幾秒閂咧，冇人知，只係知道經濟巨輪嘅轉換底下咧一定會發生。但係有個 tips 我哋要知道，就係每一次爆破都係資金鏈斷咗而發生嘅，所以泡沫發生咗可以有更加大泡沫。但係日元一走強咧，佢爆破，全球嘅泡沫咧就會爆破噶啦。到時全球嘅股市就面臨一個大跌，我哋咧可以點部署咧？簡單嚟講係4個大字：分散風險。呢個係每個專業投資者、基金經理大佬都一定會做嘅事。例如我哋喺高位適量咁減持下啲股票啦，將啲錢唱下美金以外嘅其他貨幣，例如日元、澳紙、英鎊等等，分散美元可能因為減息而帶來嘅貶值風險。另外買啲避險資產啦，例如黃金 ETF、GLD 亦都係一個唔錯選擇。但係到時一定要留意翻價格係咪飛咗上太空，高追就無謂啦。記住呢個分散風險做法去到美國真係減息減到白熱化階段，全世界都知道熊市嘅時候就要再轉一轉 plan 㗎啦。
當然啦，我冇水晶球，但係好清楚咧，我部署同埋我會做嘅一定係咁嘅方向，並唔係咧因為聽咗邊個講啊咩新聞消息而草草做呢個決定，而係按之前嘅歷史發生過好多次嘅一個 pattern 去透過統計去做嘅投資決定。如果你都好奇我呢個系統係乜嘢呢？記得 scan 下呢個 QR code 或者下面連結咧，去睇睇我為大家預備咗新一年新嘅版本嘅10年財務自由1小時嘅免費工作坊啦。如果淨係唱 yen 已經滿足唔到你，你又願意冒多少少風險嘅話，第3件事咧，你可以考慮投資日本嘅資產，例如啦，日本股票、ETF、日本房地產、REITs 等等。股神巴菲特咧喺2020年8月嘅時候宣布買入日本5大商社嘅股票，3年之後帳面已經賺近3倍㗎啦。芒格離世之前啊，曾經講過呢個就係好似上帝打開咗一個寶盒，然後咧倒錢入去咁樣啊。總結巴郡投資嘅5隻日本股票啊，由2020年8月去到2023年尾嘅升幅，最高達到354%，最低啊都有148%。但係日股對好多香港人嚟講啊，同埋我自己嚟講咧，都好陌生。正所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喺香港啊，想投資日本有咩工具可以用呢？原來香港有唔少證券行可以買到日股㗎，只要佣金同最低交易金額咧，可以睇睇呢一張表。而我哋咧最常用嘅美國券商 IB 都可以做到啦。呢個咧可以分另外一集同大家講，有興趣嘅 comment 話俾我聽。如果唔想特別開一個戶口投資日本股票嘅話咧，咁喺美國上市嘅日本 ETF 咧都做到呢個同一功效㗎，佢分別就係 EWJ 同埋 DXJ 㗎。而呢兩隻 ETF 同日經指數表現比較，可以睇返呢張圖㗎。圖中可以見到 DXJ 嘅走勢明顯咧優勝，而呢隻 ETF 咧亦都係正正有投資巴菲特持有嘅5隻日本商社股票㗎。人哋股神早入場啊，就有呢個回報啫。連同股神效應，日經指數已經重返33年前嘅歷史高位，2023年升咗咁鬼多啦。遲咗入場嘅話，有冇得買先？我勸大家唔好高追住，個市升得咁急，配合日本央行喺2024年有機會作出利率政策嘅轉向，股市或者出現一個大回調都未定㗎。如果你投資開日本 ETF 或者公司嘅話咧，喺短線嚟講可以揸耐多一陣。但係咧，記住日元匯價一轉勢嘅話咧，就係你離場嘅大好時機。如果你真係想懶人投資，有另一個靚啲機會，揸足1、2、3年，有啲大啲回報，經過日元匯價走強翻，然後咧再喺下次走弱嘅時候，再配合留意翻公司盈利情況，以及當時日本經濟能唔能夠維持溫和增長，先至再做中長線投資。咁如果分到住分到散嚟講咧，我會投資多呢個工具嘅。就係直接買樓做包租公包租婆啦，最重要係 location。睇翻張圖表啦，最近日本嘅房地產受到海外投資者青睞，由2021年開始不斷咁上升，打破咗10年嘅新高。根據日本不動產經濟研究所喺2023年公布，東京23區新建大樓每戶均價比較舊年同期大幅增加咗36%啦，不可忽視。如果手頭上資金不足嘅話咧，可以研究下日本嘅 REITs 嘅，都係一個唔錯機會嚟嘅。宏觀經濟、貨幣強弱同股市價格3個嘅走勢都係息息相關嘅。股神巴菲特喺2020年把握咗呢一個機遇，為組合倉位貢獻唔少升幅。日後啦，當我哋見到新聞講某某國家加息減息，又或者某某國家嘅匯率會大升或者大跌啦。除咗擔心我哋唱唔唱錢去旅行嘅話咧，不妨咧考慮一下有冇啲潛在投資機會。如果以翻頭先嘅假設推敲落去，有邊啲貨幣喺嚟緊嘅1年將會有唔少升幅呢？答案都可以講定俾大家聽啦，就係非美貨幣，特別可能係鎊、yen 或者加幣。希望呢集咧深入少少，但係都幫到大家啦。臨尾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會選擇用邊個方法投資日本呢？ A 梗係換 yen 去日本去多幾次旅行最實際啦。B 認真研究緊買日股或者 ETF。C 我會投資自己咯，希望咧娶個日本老婆。D 其他。希望喺下面留言區解釋你答案，或者寫低咧想我同大家講咩題材啦。今集內容去到呢度，中意呢條片咧記得訂閱呢個頻道 ，like 同埋 share 呢條片，就有更多人咧知道呢類嘅理財投資教育噶啦。投資唔係大學嘅專利，下次見大家，拜拜。